好的，来看看天王难度，来自于我们的清新 G-Code123-456啊，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视频。但咱们这个视频呢，第一呢又不是很清晰，第二呢又有双重水印。在这里呢，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这个双重水印呢，其实要理解一下，因为现在盗播视频的人太多了啊。尽管呢，小狼不是盗播啊，应该说小狼是跟这个几位打这个 TAS 的小伙伴啊，关系还算是比较不错啊。都是获得这个合法授权，但尽管这样呢，小狼依然觉得啊，就是如果要是我获取了这个没有水印的，然后我没有打，对吧？就是说我没有遮盖水印，然后呢，很多人转播我这个了，然后对原作者造成了，对吧？这个损失怎么办？所以说我干脆我也放上水印就好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视频为什么不清晰啊？我是真的很脑瓜子疼。那正常的话呢，很多人就不像以前，咱们以前啊，就是经常看那个360P，就是流畅视频。有的视频呢，就是因为它资源不是很好嘛，然后那时候网速比较慢啊，咱们看起来都非常模糊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小狼他正在直播，然后直播的时候呢，给大家伙录视频，而这个视频呢不清晰，很多人眼睛就会有点费眼睛啊，有点费眼睛，这个就很难受。但在这里呢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它用的水印呢是正常的红色水印，所以这个水印呢还算是能接受吧，能接受。就是如果算是这个高次模糊的话，它不是那么太讨厌人。而这里面呢，咱们白张飞啊是打了一个23分钟45秒的速通，用的版本呢是最正统的《三国战记119》的这个 Plus 啊，就是超级正版的正版。而这里面呢，咱们速通呢，很多人都说速通啊，记录是多少？速通是魔张飞，也就是红色那个张飞。然后呢，他呢速通记录呢，人脑的话大概是28分钟多啊。大家伙懂啊？我小狼是一直从30分钟做到29分钟，做到28分钟。包括一语惊声等等高手。而这次呢，咱们用 TAS 表演的话，用的还是白张飞，因为速通的话呢，最快的人呢是魔张飞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然后呢是诸葛亮和白黄忠，再往后呢是什么张辽啊，然后什么关羽呀、赵云啊，这些人呢就是相对慢了。而白张飞其实也很慢。也很慢，没有，最起码没有那三大天王快啊！就三大天王是谁？就是魔张飞、诸葛亮还有白黄忠，知道吧啊？好，我们看看直接前跑啊。这里边呢，其实这个张飞的话呢，他的伤害没有魔张飞高，但是张飞这个人物啊，他的这个攻击属性和方式呢，还是比较完整的。尤其是你像啊，他这个攻击距离比较长，然后前撞这个蛮牛式，再加上一些连招吧，都是比较好的。这个地图呢，它是挨打的几下，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为了骗点气。这个气呢，关键时刻还有用。而白张飞呢，他在套路上呢，比魔张飞又多了几个选项。魔张飞呢，它主要的套路是因为它可以吃很多的特色宝物，比如说大宝和中宝，而白张飞不行，它只能吃张灵剑。而这个白张飞呢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不仅啊这个有气儿啊，不仅它有气槽，就是说可以爆气，可以练必杀之外呢，而且它能吃杜康酒，而且还能吃白干酒啊，老白干。这个白干酒呢，虽然说只有一个啊，但是白干酒也是够用的，也可以让它呢快速通关。比如说它爆气之后呢，神龙摆尾呢也是快速的清兵招式，打 BOSS 的血量也不低，你看没看见？啊，这个神龙摆尾呢，加上爆气的加持啊，3连。虽然说呢，综合来讲呢，它不像这个魔张飞啊，毕竟魔张飞它是有这个免费的神龙摆尾，但是魔张飞爆不了气，只有一点，而且打完人呢，这个人会强制的倒地，所以说也就那么回事了啊，就那么回事。好，大碗酒要吃，飞轮要吃，然后金珠要吃。到这个地图呢，选择直接顶，把所有的怪全顶到角落里面，全打死。小的时候在这里呢，很多人为了吃这个补血，都是为了放一个炸花、铁莲花，然后呢把兵快速的崩死，或者说甚至有人诸葛亮啊，就为了保险一点就雷霆万钧。但事实上呢，咱们速通啊就没有必要去打这些小动物了，不差那点血啊，不差那点血的啊。对，好，我们看看，目前来讲是4分钟30多秒。它这个速通的话，很多人都要了解啊，你毕竟这个速通呢。它一定是以快为主啊，一定是以快为主。如果不快的话，那么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说很多地方啊，大家伙看的速通的话，图的一个字就是爽，而这个摊分呢，图一个字就是困
啊，你贪分你不困你是不带看的，我看出来了啊。什么这个黄忠社会摇通关，什么诸葛亮无限通关等等啊，就是你不困你是不带看小狼这个视频的，一帮人啊都是渣男，我告诉你们，真的。但是呢，喜欢看爽的人就喜欢看秒杀啊，合体秒杀、梦幻秒杀，或者说是速通啊，这种就比较过瘾啊，对吧？你这种就必须得过瘾了啊。直播他不能回答问题，所以直播不会有左慈了。我刚才学左慈的时候，不要脸啊！好，看看选择了这个路线的主要目的呢，咱们还是要走这个盘山道，直接进阳平关。所以说这个王平呢，还是要给咱们开门的，只不过我不进去，也不骚扰他，也不打他就行了啊。这王平也挺惨的，王平是这个游戏当中工具人。小的时候我就不理解，我说王平干嘛的啊？怎么是一个铁甲兵呢？后来发现王平是最强副将啊！历史当中的王平呢，虽然说不懂，没有什么文化啊，不会写字儿，但是呢，这个军事能力，对吧，还是比较强的。尤其是当这个副将啊，还能兼职参谋，还能画图啊。尽管他不会写字儿，他画图可以。不过呢，这个王平啊，毕竟是降将啊，他确实是从魏国那儿投降过来的啊，跟这个姜维什么差不多。好的，这里面咱们是拖兵了，拖了一手兵，但是也没有继续再拖。之间呢，屏幕又勾回来之后呢，打这个夏侯渊前线撞，将军印撞出来之后呢，就是神龙摆尾。你看啊，魔张飞呢，虽然说他攻击力非常爆，但是白张飞爆气之后的神龙摆尾，又显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东西。蝎子过江，好，非常的喜欢跟小狼一样玩啊。这个蝎子过江这个事儿呢，我感觉呢，虽然说不是我原创，但是我小的时候就这么玩。我大概是2000年，还不是99年的时候啊，我记得印象很深，就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，然后就有这个《三国战记》，这个《三国战记》出来之后呢，我就在第2关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放一个蝎子，然后正好那个慢镜头，屏幕变灰，这个蝎子呢从这个悬崖上，对吧，溜达过去，然后有江嘛，江水嘛，我们管这个叫蝎子过江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这些高手都愿意这么玩啊，都是受我影响啊，因为都是看小狼解说长大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干瘦身微商没有，我瘦身其实我要想再瘦的话，还能继续瘦下去的，只不过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可以瘦，但没必要。我可以瘦到130斤，你们信吗？啊？魔章 task 多少？现在还没有人做啊。魔章 task 没有人愿意做，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呢？其实魔章 task 啊，随便做一做啊，因为速度君应该会非常的快了。但他为什么不做呢？就是他觉得不够完美，知道吧？他的套路，他不想套路，因为很多 task 的作者啊，很多人都说啊，制作 task 呢非常浪费时间啊，这个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。其实呢，这都是体力活，只要你有这个方案，只要你有套路有方案，把它编排起来，就跟导演似的，把这个方案全写下来啊，我们1分多少秒的时候，在这个地图上我们怎么打？先在这个地方把兵人困起来，然后一起秒掉，在这地方放一个铁莲花，然后 BOSS 这个地方怎么打啊？一切都得有方案。这个方案在没出新的之前呢，这些 task 作者啊就得自己想，他自己想太烧脑了啊，太烧脑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没有人做啊，没有人做，因为魔张飞肯定是游戏当中最暴力的存在啊，所以说是这个意思啊。怎么瘦的，咱们以后跟大家伙说。其实呢，我要真个不小心，我干这个，我就跟大家伙播这个什么呢？播我这个瘦身经验都可以。你们肯定很多人羡慕的啊，我几乎瘦身的这个情况就跟那些明星那个瘦身情况差不多了啊，真的啊，就是自由控制自己的体重的。好了，看看这边神龙摆尾一直在打这个夏侯惇，而这个神龙摆尾呢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它难点是在哪儿呢？它难点是在于，就是你必须要跟它有点这个 X 轴呢非常近，而 Y 轴呢上下有一个错位，它一定要打满连啊。这一点呢是人脑不好控制的啊，一下就突这几下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17哥啊，17哥一手飞机支持我狼，然后刚才我们的左四郎也是来一手办卡，17哥一手飞机，非常感谢啊！我狼刚刚回来之后呢，大家伙还是非常捧我狼啊，不用多说的啊。2020年大家伙都实属不易，但是呢。2021年，大家伙扭转乾坤，牛气冲天，对吧？牛逼闪闪，都有一个好的啊，都有一个好的发展吧啊！我狼也一样。好，这里面呢还是要爆气，
还是歪轴的神龙摆尾，其实伤害你看啊，他厉害就厉害在呢，就一段伤害啊，打完之后呢，加上暴气加持3连之后呢，多2连，然后压制起身用歪轴，你看，哎，这个歪轴就是滚。其实这么打的话，我个人觉得真的不慢啊！你看1、2、3检索，1、2、3、4，狂风式，真的很有节奏啊，相当的有节奏。对，回来直播了，而且会一直直播下去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梆，好，第3关结束啊，用了10分钟，这个比那个100版本的这个诸葛亮看起来还震撼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一个小金珠，这里面呢夜叉探海，好长啊，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正好一个必杀呢，可以搞定这些小兵，这是其一。第二呢，这个反正气儿也满了，不用白不用啊，对吧？这个气儿呢，张飞打气儿的速度呢，其实还算可以。正常啊，打气儿速度最慢的人，很多人觉得是谁啊？我觉得像这个马超啊，好像打气儿速度好像有点慢，给人一种感觉是这样的。貂蝉，但是貂蝉因为它那个单 A 是2段的那个2段的 A， 所以说不好控制，而且下段 A 的这个打血的伤害还非常高。马超也一样，尤其是对小动物啊，伤害也非常高的，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难受了啊。一个土雷把所有的蛇全烧死了，然后这个内奸扔大腿的内奸呢，连扔腿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抠死，然后把这个爆掉的这个毒瓶给吃掉啊。好，直接一个血杀。接后是不会补档的啊，就是自己做视频了。现在就是每天直播的时候呢，有把这个精品的视频呢都传到站上啊，都是按照这个诚心诚意给大家伙录制视频的标准，然后做直播啊。直播的时候，大家伙能看到第一手的这个信息，然后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？不是说无伤速通啊，这个咱们这个 TAS 呢跟无伤没关系，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有伤而有伤。对吧？你毕竟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卖血，尤其是前面的那一关啊，你要爆气打神龙摆尾啊，一定要是吧？第2关的时候他卖了几下，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到现在为止，你会发现他的气儿啊就够用了。打张辽的时候呢，一管气儿呢是够用，虽然说呢气槽消失的也没有把张辽打死，但是呢由于呢不用继续爆气了，最后再打他起身的4招一式就可以直接秒掉张辽，这都不需要追地的啊，连追地都不需要的。好，来看看，接下来是吕蒙。我感觉这个视频天生带这个360P 的这种模糊的这种感觉啊，有点那种就是远古时期的时候90几年咱们看那个 VCD 啊，那时候看 VCD 嘛啊，就是那种画风。好，一手张灵剑通过 TAS 点了50多下，一个张灵剑就打了这么多的血量，还是用神龙摆尾，哎。爆气了之后还是用神龙摆尾啊，他觉得这个伤害是绝对要比普通攻击然后连一套招快的，因为你普通攻击怼那么多下，他的伤害也不是很高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连招的过程当中呢还浪费时间，他起来之后呢还要强制反击，你还不如就一个神龙摆尾把他打倒地下，起身之后呢再神龙摆尾，无限的这么去勾，还算是可以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来自于陆逊，这个13分钟不到13分钟50秒啊，直接过了第4关。而这一关的话，咱们是要跳左慈，所以说跳左慈的话呢，大家伙都了解啊，所以这个也就没那么爽了。100版本那个地方啊，尽管咱们还是跳左慈的通关，但是在通关结束之后呢，这个之前呢，这个左慈又是被诸葛亮一顿捅给捅死了，所以说那个也是挺震撼的。而这边的这个张飞，咱们看看选择闯火牛阵，这个很少有人走这个路线啊，闯火牛阵。火牛阵的话呢，由于是这个少了很多宝啊，所以说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这个路线。我们看看1、2、3、4，一扣，打跑了之后直接走。好，来看看现在又是夜叉探海，这个地方呢还是选择用必杀，然后这个必杀呢是直接秒掉4个兵嘛，一个土雷秒掉4个兵，
这个很多人说运气也太好了，这就是 TAS 的魅力。他在这个地方放，他能通过自己的走位，然后逼迫这个 BOSS 的走位跟他一条线。然后呢，由于自己有这个祝融令，所以说啊，对吧？所以说还是比较好的。你看这个地方也是卖气儿，也是卖血。这地方我们看看，他要多打一点气的，看不看见？主要是那个黄色的那个水兵，黄色的水兵是主打的。玩流士，玩流士。好的，就是要多打这个地方呢。很多人说那不浪费时间吗？为什么要打这么多气？因为后面呢还有3个 boss， 除了这个越过的这个左慈，还有3个 boss， 算上左慈还有4个 boss 是吧？啊，当然这里面呢，咱们选择不打这个吕布，因为这个打了吕布你也没有什么用啊。比如说你吃那个和氏璧也没有用，你也吃不了水平剑，你只能吃3本盾书，而这个盾书呢对于秒杀来讲呢用处还不大，所以说呢他就没有吃也就在那个地方呢把气儿全打满了啊。大家伙看得出来，这个不打吕布了啊。张飞其实跟吕布打一下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在游戏当中呢，没这么设计，但是其实呢 ，IGS 公司还是非常良心的啊，把这个魔张飞，就是白张飞打吕布的伤害高不高先不说，但是魔张飞是真的打吕布好打，而且呢，魔张飞啊，他不仅打吕布好打，而且他还能变成吕布啊。当然，这个可能是设计者的一个恶趣味吧，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这个魔张飞确实打吕布的这个伤害非常的高，他本身伤害就高啊。也是魔张飞为数不多能单秒的 BOSS 之一，一共能秒2个啊，一共就能秒2个 BOSS 吧？啊，一个 BOSS， 那个梦妖好像是能秒啊，不对，好像只能秒这个吕布，好像只能秒吕布。好，这个位置上我们看看，先把这个陆逊给打死，然后正常的去打沙摩柯。这地方为什么不爆气啊？我跟大家伙讲解一下，是不需要的，直接踩死，然后正好这个左慈刷出来，爆出来的是铁莲花啊，天遁书。小的们看招！太狠了啊！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快点，你们又来了！哎，以往啊，我就记得以前我干直播的时候，我随随便便学一个左慈，我说句实话啊，尽管呢不一定有火箭、有飞机、办卡什么的，但是大家伙这个弹幕都是非常热心的。比如说，哎妈，太像了啊，这爷青回什么的啊，什么我狼牛逼啥的，怎么现在哎不爱了就是不爱了，真的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啊，太扎心了啊！现在都是这个睡了，大伙晚安，走了之类的，太狠了啊！好，俺文哥直接送出了183个小星球，有点东西。好，小飞轮，狂风式，玩流式，爷青回是啥意思？爷青回就是爷的青春回来了的，爷青节就是爷的青春结束了，这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啊！我狼在暗示什么？我没有，我这个人最不会的就是装糊涂啊！我打娘胎里出来就不会装糊涂，好不啦啊？来，一会儿是许胥啊。许褚呢也是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描写啊，这个张飞是克制许褚的，咱也不知道啊。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很多人就在这里面就黑这个张飞啊，说那个张飞每次打许褚的时候，许褚都是喝多了啊，这什么的，许褚酒量不好啊，所以说打不过张飞。那张飞酒量好，那张飞喝酒了怎么敢跟吕布掰手腕子呢？对吧？啊，这个是这个意思啊。这里面就不多说了。然后我个人感觉啊，张飞就是克制许褚。许褚跟马超打是因为许褚是副将，马超是主将，所以说两个人打个平手。而马超呢，跟这个张飞一样，马超也无心恋战，他是知道自己打不过刘备啊，他那个兵力是张鲁给分的，他哪有什么能力啊？他说白了，他也是这么回事啊。而这个张飞呢，说白了也不是刘备，所以说他心里压力也少，就他俩打平手呢，多多少少呢，这两个人也非常厉害，不多说了啊。而我个人感觉呢，马超跟张飞差不多，而这个许褚确实要面的啊，这个不仅打不过张飞啊，甚至连马超都打不过。之所以打得过马超，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马超是义军主将啊，对吧？那许褚为什么敢玩命干？那他死不死无所谓，那曹操不死就行，对吧？啊。好，这里面呢，咱们还是用非常暴力的方式直接把这个黄盖给搞死了。由于呢，这是一个伪卡兵啊，跟卡兵的效果是一样的，所以说没有小兵的干扰呢，加上 TAS 的这个无实物的加持，所以说这个 BOSS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尽管呢，它的血量非常多，但是说秒就是秒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是最后一关，只用也是一样，19分钟多一点，但是这一点就看得出来，还是比100班的诸葛亮玩赖啊要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，毕竟诸葛亮还是非常暴力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是正常，一会儿的 BOSS 是4个 BOSS 的话呢是我个人感觉稍微难一点的还是魏延吧。那 TAS 其实哪个都不难，但是我觉得重录次数最多的应该是魏延，因为那个地方的小兵你卡不了，而且地图非常的窄，所以说呢操作起来难免会出现一定的重录失误，咱们就得从上1秒或者上2秒，然后重新再打，通过走位呢来避开这个小兵的攻击，是吧？就得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爆气之后呢，一只神龙摆尾，在这里放了一本天遁书，由于啊这个越级这个马类的这个 BOSS 啊，还是太害怕电了，所以说呢，还是要用电书的。尽管看起来好像很浪费时间，但是呢，你爆气神龙摆尾打他呢就没有那么爽了，所以他还是选择了用自己的这个天遁书打了3点雷电型伤害，然后同时呢利用自己的这个地面技123转身前锁123-4后前手等等的这种招式来把这个越级给搞死啊，就是这么个路子。血杀呢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下血的好方式啊。很多秒杀呢，就是因为其他的招式血量不够，用血杀呢刚刚好。而且血杀呢，在某种意义上它无敌的啊，更好一些啊。好，一会儿我们看一下，接下来呢是直接走向这个魏延，也是非常难打的一个阶段啊。我用流量把斗鱼给吓回来了。可以，支持我狼那都小事儿。现在流量啊也没大家伙想象中那么值钱，但是呢要节省一点，毕竟现在是月初啊，你月底了，富裕点用一用就算了。好的，这时候放了地遁书，地遁书是遁书当中比较另类的啊。你像那个太平要术，你放出来，尽管你点人遁书需要点，它可以变形，把这个遁书变得非常大，但是呢，它的伤害还是那么回事啊。而这个地遁书不一样，地遁书的伤害非常高，你点的话才会有石头降落下来。TAS 的话就会每次掉石头都会打到 BOSS， 而这个砸下来 BOSS 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石头啊伤害非常的高。也就是见的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张飞刚才是利用这个地遁书打掉了将近魏延半管血的血量，所以说你会发现啊，地遁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的过瘾，但是你只能吃1本啊，这个就难受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里面已经快速打到了最后一个地图。这个用地遁书打呢，人脑就不用想了，因为你不会控制这个石头它的这个降落的，你会发现它并不是点的特别快，它是什么时候 BOSS 起来了之后呢，再开始点。这样的话呢，它会通过自己哪一帧点的石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可以控制石头降落的位置，对吧？如果位置不对，它就换一个帧数再点。这样的话呢，会随机到或者说是跟随机没关系，就是定式啊，就是定到了这个位置上，会砸到这个魏延身上。好，这是一个秒杀的连招的玩法啊，但是呢没有什么用处，看得出来原来是打司马懿才是最难的啊！打司马懿呢是需要用一些套路，不仅开局的时候呢是利用了一些正常的连招方法，在中期的时候还利用一个快速取消后前手的一个天崩地裂啊，我俗称为白象方便面这个连招，但是呢伤害并不是很高。好，看打曹操的话呢，其实我个人感觉要比这个司马懿要简单多啊，真的啊，确实是非常简单的，一手暴气123。神龙摆尾这一套招打了也将近1/6的血，你看，也就是你看你看将近1/6的血，4套的血量，防1、2、3，神龙摆尾8连，又爆气，最后一套漂亮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，这个曹操他这么一死，哎呦哇，这不是直接日大帝吗？这招太疼了啊！从上面跳下来，我感觉真的我摔得老惨了，真是啊！好，23分钟45秒从空中落下来到曹操死亡，用了23分钟45秒的时间，这个比人脑任何的玩法都快，甚至快了5分钟啊，兄弟们！但是他这里面的套路不一样，他是选择闯了火牛阵。
我相反，我觉得闯火牛阵其实真的是蛮快的啊，只不过呢，因为是 TAS 人脑的话，一般很少有人闯。好的，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我们的 JXQ1234566，也就是清新给大家伙带来的精彩 TAS 表演，同时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解说啊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啊！我们下期再见。